那如果你怀疑另一半昨天晚上到底去哪里乱跑的话，你就可以先聊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，卸下对方的心防。你昨天去了哪里啊？点了什么东西啊？跟谁吃饭啊？那个人身上穿的东西是什么？带了什么样的包包？大概花了多少钱？餐厅 take last order 的时间是什么时候？东西好吃吗？他们的招牌是什么？类似这样子的问题。那如果他有一点迟疑或答不出来，你就可以发现，他就是在说谎。嗨，大家今天好吗？欢迎到理科太太。离约好的时间已经过了半个小时，朋友说再5分钟，结果根本就还没出门。同学会结束之后跟大家说，下次约吃饭。女友做爱每次都会高潮。这些就是日常发生的小事。毕竟生活中就是充满不同面向的谎言。但为什么我们要说谎呢？我们都讨厌被骗，但我们也都希望被爱，所以我们会尽可能的让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。不知不觉就会需要说些小谎来让日子好过一点。当然这边不讨论会伤害别人或破坏法律的谎，我们今天只讨论生活中那些不违法的谎。虽然从小我们被教育诚实为上策，但是你上次正直的回答别人，对，你真的变胖了，或者是我也觉得你不太会穿衣服，有落得什么好下场过吗？这些不经意的谎是人类从3岁开始就在生活经验中汲取的人生道理。幼童时期我们就开始为了要逃避处罚得到奖励而开始说谎。2016年搞笑诺贝尔奖找来各国的男女老少观察人的说谎行为，发现每个人平均一天会说 2.2 次的谎。在说谎的时候，我们要启动大脑认知功能的抑制功能来抑制克制自己讲出实话。因此他们做了一个实验，针对不同年龄的受测者做了一连串回答对或错，并且要测量他们停下来克制不回答所需要的时间，就发现青壮年的反应时间最短，毕竟大脑可以更灵活的违背事实。那在年幼的大脑，因为认知还没有完全发育好，所以还没有办法好好抑制说实话的冲动。现职说谎全盛时期的你，有说过什么值得流传给下一代充满传奇的谎吗？科学家跟心理学家免不了会想要探讨这个常见的行为，而整理出部分常见的说谎讯号来帮助我们来判断，别人是不是在讲话的时候有所隐瞒。经常被举例出来的例子，像是在不安的时候会出现像这样的防御姿势啊，手环抱、摸脖子或者是搓手之类的。那你觉得这3张照片之中，哪个人心里有鬼呢？有，我觉得你今天有漂亮，胸部很漂亮。你今天很漂亮，你今天很漂亮。你说的没错，就是最右边那个，遇到压力的时候会引起战或逃的反应，因为肾上腺素分泌躁动，你就会透过抚摸自己来舒缓自己的情绪，比如不自觉的摸个脖子啊、下巴啊，摸一下额头啊，用一些类似按摩让自己放松的这些动作来和缓自己。但当然也有可能单纯只是因为你觉得谈话内容有点不自在，所以做出这些行为。那面对压力的时候，也可能会出现一些不断拉衣角啊、双手握拳啊，一些比较用力，甚至抿嘴、咬嘴唇、过度眨眼。但这些动作其实很容易被辨识，所以有在注意的说谎高手其实可以轻易避免这些动作。所以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只能顶多做一个约略评估的工具，许多细节都是要从谈话内容中找出就是对方的破绽。Elon Musk 会利用资讯不对称性来挑出说谎的面试者。这个方法的精髓就是对方透露的讯息越少，说谎的嫌疑也就越大。像比如说有面试者说他自己开发了某项专利，那他就会去找出一些只有开发者本人才会知道的关键细节问题，比如问说你在开发最大的困难点是什么，你试过什么样的方法但是它失败了，像这种比较细节的问题。那如果你怀疑另一半昨天晚上到底去哪里乱跑的话，你就可以先聊一些无关紧要话题，卸下对方的心防，然后之后再细问一些比较核心的问题，比如说你昨天去了哪里啊？点了什么东西啊？跟谁吃饭啊？那个人身上穿的东西是什么？带了什么样的包包？大概花了多少钱？餐厅 take last order 的时间是什么时候？东西好吃吗？他们的招牌是什么？类似这样子的问题。那如果他有一点迟疑或答不出来，你就可以发现，他就是在说谎。总之就是利用这样子的闲聊，针对对方应该要知道的细节去仔细的提问。那如果对方陷入怎么办，他回答的自信跟刚刚差很多，那是不是就马上露出马脚了？人与人之间的连接，跟上这个梗了，建立在大致的互相信任上。当然我们会为了保护彼此而说出一些善意的谎言，还真的能有正面的结果。像有问卷设计针对结婚3年以上的夫妻来调查，
他发现懂得体谅对方、看场而事实、说出善意谎言的人，普遍他的另外一半对婚姻的满意度也会比较高，所以就是装久了之后就会变成真的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人与人之间还是需要用说话的艺术当成润滑剂啊。当你发现你的家人、朋友、亲人会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办法对自己完全的坦白，如果你没有先试图理解对方背后的原因，就直接责问的话，两方就很容易变成在谈情绪，最后升级成吵架。如果你们有一定的信任基础在，你就会相信对方可能不是有意要伤害你或欺骗你，但可能出自于某种自己现在不太理解的善意而说出这样的话，或许你们在讨论之中可以增加更多的信任感。因为人对于害怕或不理解的事情，第一个反应常常就是攻击，被攻击的人也会用其他方式想办法攻击回来保护自己。所以我并不是要鼓励大家说谎，其实把同一件事情好好的说出来，让听的人觉得自在，听得进去，也是一种可以后天习得的能力。世界上真的没有爱我就要相信我这件事情，只有爱我就好好理解我为什么会这样做。那如果没有办法理解，就好好沟通。那与其鼓励大家说出善意的谎言，不如试试看大家讲话的时候稍微包装一下，不要这么直白，就或许可以增加大家的感情咯。那今天就这样啦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帮我在留言分享，如果还没订阅的话，请帮我订阅一下。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你今天很漂亮，然后你今天很漂亮，你不要给我偷放这些动作进去。